呢幾年 AI 發展有幾快啦，應該都唔使我多講啦。大家喺電話、電腦日日用到 AI 就絕對唔出奇啦。而呢一兩年啦，我試過我哋電視機啦，亦都不斷植入 AI 元素。而今日同大家試玩 BenQ 最新推出嘅正頭投影機 W4100i， 亦都加入啦 AI 劇院模式，號稱啦播放唔同內容嗰陣啦都可以即時分析，再提升畫面表現。而佢咧亦都繼續強調出廠已經有咧高亮度同埋準確嘅色準。究竟實際表現係點呢？即刻同大家喺2.5米距離100吋嘅大畫面之下啦，評測一下啦。大家好，我係瑞歡，嚟到 FIFA3.com。咁喺正式開箱之前，提大家，如果想接收最新嘅影音資訊、產品評測或者教學影片嘅朋友咧，記得訂閱我哋 FIFA3.com 嘅 YouTube channel，follow 我哋 IG 同 like 我哋 Facebook， 有最新嘅影音資訊會喺啲 social level 同大家分享嘅。如果大家中意一條片，就記得 CLS comment like 同埋 share， 因為呢3部曲令到呢條片推送俾更多人睇。唔該晒大家先。好啦，咁之前咧試完一輪電視機之後啦，咁今日咧同大家試玩就係另外一種 display 嘅類型啦，就係咧投影機，而且係一部正頭嘅投影機。呢一部投影機咧就係嚟自台灣品牌 BenQ 佢哋最新推出嘅 W4100i。好，咁咧就係 W4100i 啦，咁就係 BenQ 佢哋最新嘅投影機嚟嘅，咁啊支援到咧 HDR10、HDR10 Plus 同埋 HLG 嘅 HDR 信號嘅，咁亦都講到明啦，可以重現到咧影院級嘅顏色準確度嘅，因為咧呢一部機咧就有一個100% DCI P3 色域嘅覆蓋。好，咁先睇下啲咩嘅配件先啊。嗱，咁首先咧就係一個遙控器啦。咁同之前 BenQ 嘅投影機咧個遙控器差距唔係好大嘅啫。咁當然亦都會有 Crystal Guide 啊，一啲使用嘅說明啊，同埋個遙控器嘅電池，咁都喺呢一個袋度嘅。另外咧呢份都緊要嘅，就係咧 BenQ 近年嘅投影機啦，都會有咧一個獨立校正咗嘅 report 俾你睇翻。而家手上呢一份咧，你就可以見到 W4100i 呢一個 serial number 咧，佢哋校正咗之後咧，呢一部機嘅狀態係點啦？咁你可以見到個色域嘅覆蓋率啦，同埋嗰個 color gamma 就係用2.4做目標，咁可以咧校正到而家呢一個水平嘅。咁另外咧，仲有一條咧3腳轉 IEC 嘅電源線啦，咁都係一條比較長嘅電源線嚟嘅，方便你駁投影機用。好啦，咁之後就攞部機出嚟啦。呢一部咧就係 W4100i 嘅真機啦。咁同上一代咧，其實個外觀上邊就唔係好大分別嘅，你都會有個鏡頭蓋，如此咧就可以保護住個鏡頭啦。咁然後就可以打開佢。咁之後咧，機頂嗰度咧就會有一排手動嘅對焦掣啦，然後就係變焦嘅掣啦。同埋咧 Lens Shift 嘅掣都喺呢一度噶啦，咁佢呢一個咧就有垂直同埋水平嘅 Lens Shift 嘅，咁然後你都見到啲散熱嘅風口位啦喺正面啦，咁側面咧就會有把散熱嘅風扇嘅，呢度係左邊嘅側面，然後右邊嘅側面咧亦都一樣會有一把風扇嘅，右邊嘅側面啦仲會有一排實體嘅按鍵俾你去做一啲操作啦，包括咗就係一啲訊源嘅轉換啊、menu 掣啊、左右開關啊喺晒呢一度嘅。咁知道機背上面啦，就當然會有內置嘅喇叭啦，同埋咧亦都有 IEC 嘅電源插啦。HDMI 咧就會有3組嘅，咁第3組咧係支援呢個 4K120嘅輸入，但係睇翻說明書嘅時候咧，就見到應該係會降翻做咧 1080p 解像度，做一個120Hz 嘅輸出嘅。然後另外2組嘅 HDMI 1.2都係會支援到咧 HDCP 2.2嘅規格嘅，當中咧 HDMI 2咧亦都會支援到 EARC 嘅功能啊。另外仲會有一個大頭 USB 提供到 2.5A 電流輸出嘅，仲會有啦光纖嘅輸出啦， 3.5mm mini jack 嘅輸出啦。另外咧仲有個 media reader 嘅 USB 輸入端子俾你播 hard disk 用㗎，應該係。咁另外呢一個位咧就係裝咗一個咧 Android TV 嘅裝置喺呢一度㗎啦。咁好似咧就係一個內嵌式嘅 Android 裝置喺呢一部投影機度啦。BenQ W4100i 採用嘅啦0.65吋 DMD DLP 投影晶片，擁有原生340x2160解像度，而佢嘅4 LED 光源啦，令到佢擁有咧高達3200 ANSI 流明嘅投影光度，同埋咧100% 嘅 DCI P3 色域覆蓋率。每一部機咧亦都繼續提供啦出廠獨立顏色校正報告，顏色還原度咧繼續精準廣闊啊！
而呢一部機啦，更加會加入啦 AI 影像強化技術，即時分析畫面組成，再針對啦每一個 frame 嘅影像細節做優化，令到用家咧欣賞任何內容類型嘅時候咧，都一樣咧可以獲得最佳嘅畫面。而近年喺 BenQ 投影機都見到嘅 HDR Pro 技術，包括 HDR Tone Mapping、動態色調影射、分區控光、全區對比增強、Dynamic Back 全區控光等等嘅功能啦，喺呢一部機繼續全部有齊，亦都會繼續支援 HDR10+ 動態 HDR 影像信號，仲會提供啦11段嘅色溫調校管理系統，滿足專業玩家咧追求更精準畫面嘅需要。而投影機啦，亦都會設有啦垂直60%、水平左右15% 嘅雙向鏡頭平移功能，令到安裝擺放啦更加具彈性嘅。咁同之前嘅 BenQ 投影機一樣啦，佢咧亦都可以安裝咗一支咧 Android TV 嘅手指咧，令到呢一部投影機啦就好似一部 Android TV 咁樣啦。但係咧今次喺界面上邊啦會有少少唔同咗嘅。咁呢隻 Android 手指啦，亦都會繼續係 QS02啦，就係 BenQ 佢哋自己嘅出品啦。咁版本啦就係呢個 Android TV 11嘅 OS 嘅版本嚟嘅。咁所有操作上邊啦，都係同一般嘅 Android TV 啦，非常之接近㗎啦。咁唔同嘅地方喺邊度咧？就係咧，你只要撳遙控器上邊啦，佢有一個投影機 menu， 即係 projector menu 嗰個掣之後咧，你就會見到喺底嗰度咧會有一行咁樣嘅 menu 出現咗嘅。咁呢個底置式嘅 menu 啦，其實同好多 Android TV 啦都係十分之接近，咁令到佢咧喺個操作上邊係會比起之前更加之簡單嘅。咁因為咧佢預設就已經有一啲圖片模式啊、音效模式呢啲轉換啦，同埋光源模式嘅轉換啦。咁今次啦加入咗嘅一個邊個調整嘅功能咧，咁喺呢一個設定 menu 上邊啦，亦都可以直接用到嘅。咁令到你啦去微調畫面嗰陣咧，就可以更加之方便啊。咁當然啦，梯形矯正嘅功能亦都會繼續喺呢一度啦。咁另外呢個 menu 啦，如果你行緊 HDR 顯示嘅時候咧，亦都有負2去到正2咁多級嘅 HDR 光度俾你去調整嘅。咁如果你想知道你而家呢一部機輸入嗰個信號係點嘅狀態咧，亦都可以撳呢一個 information 資訊呢一度咧，就睇到晒嘅。咁內置啦，佢個 Android TV 手指咧就 preset 就一定要行 HDR 嘅輸出嘅。咁但係咧嗰個解像度嘅 frame rate 咧就可以調校，咁啊最高係60赫茲。咁亦都會加入咗啦一個叫做 HDR AI 嘅模式，咁同埋亦都保留咗 Filmmaker Mode嘅。然後咧，你想微調呢啲畫面模式咧，你就可以入去進階功能表呢一度啦。咁咧，你可以針對一啲光度啊、對比度啊、色彩啊、色調啊、銳利度咁樣去做調校啦。咁另外咧 W4100I 啦，亦都將會有3組 HDMI 嘅輸入端子啦。咁其中第3組咧係仲可以支援到 4K 120嘅信號輸入嘅。如果你要行呢一個信號輸入咧，咁咧你就要喺 HDMI 3呢一度咧揀翻強化加咧呢一個選項咧，咁啊可以行到 4K 120噶啦。咁另外喺快速模式呢一個位啦，如果你係一個打機嘅朋友咧，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因為咧，除咗佢支援自己嘅一個快速模式嘅功能之外咧，佢亦都對應到 ALLM 呢一個咧常見於啦電視機嘅功能啊，就係咧一個自動嘅 low latency 嘅模式啦。好啦，咁而家同大家啦分享下我試完 BenQ W4100I 呢一部正頭投影機之後咧一啲試後感啦。咁先啦就直入去畫面表現上邊啦。我會覺得咧呢一部機咧，無論你係真係投個投影幕啦，又或者係咧我之前拎個翻屋企投落埲牆都好啦。佢嘅畫面咧喺嗰個整體嘅銳利度啊、細緻度啊，同埋個光度上邊咧都有一個好理想嘅表現啊。就算投落牆唔熄晒燈咁樣去睇。其實咧都有一個好清晰嘅畫面俾到你。咁當然你用投影幕嘅時候，嗰個銳利度同埋嗰個光度咧就更加之足夠啦。咁當然你對比一啲電視機嚟講咧，佢係始終都唔係可以一個完全開燈嘅環境去睇嘅。咁但係咧，如果你係一個熄咗燈之後要睇一啲有太陽、有好強嘅光度嘅畫面嘅時候咧，呢一部機啦係可以俾到一個咧好有力嘅陽光感嚟嘅。咁其次就係咧，佢雖然一部 DLP 嘅投影機啦，但係
咧，我亦都察覺唔到咧有好明顯嘅 Rainbow Effect 出現嘅，即使係我唔夠瞓嘅狀態啊。咁所以咧呢部機咧，即使攞嚟打機啊，又或者睇波啊，要應付一啲咧比較高動態嘅畫面啦，其實咧都絕對有一個咧好穩定、好理想嘅畫面俾到你嘅。咁然後去到暗位上邊啦，咁啊DLP 投影機本身咧，佢哋亦都有一個比較先天好嘅地方，就係佢暗位都係十分唔錯嘅。咁然後咧喺今次嘅體驗之下啦，雖然佢就唔可以好似自發光嘅屏幕咁樣有一個咧絕對純黑嘅表現嘅，咁但係咧其實佢嗰個暗位嘅層次感咧係真係可以俾到一個好類似你去咗戲院睇緊一啲投影機嘅感覺嘅。你享受一個大畫面，然後又想有一個電影感嘅話咧，正頭嘅投影機啦，仍然係一個最理想嘅選擇嚟嘅。咁而顏色上邊啦，咁啊呢部機就 Kell 自己就係一個 DCI P3 100% 嘅色域嘅覆蓋率嘅一部好準確顏色表現嘅投影機啦。試嘅時候啦，咁我睇咗一啲 Mario 啊，又或者一啲動畫嘅電影都好啦。佢出嚟嗰個顏色咧，亦都係鮮豔得嚟，唔會有好假，唔會有熒光感，唔會有偏色嘅問題。以往我覺得 DLP 投影機咧，可能顏色上邊總係有少少唔自然。咁但係咧，近年嘅 BenQ 投影機啦，喺呢一方面啦，都已經完全係冇晒呢個問題。可以話咧係可以呈現咧好好嘅顏色表現，再加上有埋 HDR 嘅加持之後咧，係甚至你喺戲院睇嘅時候未必感受到嗰個顏色咧，嚟到家用嘅呢一啲 DLP 投影機啦，反而有一個更理想嘅效果啦。咁啱啱提及過啦，呢部機幾適合打機啦。佢第3組 HDMI 啦，都依然係支援到呢個 4K 120嘅輸入。咁但係咧，佢會 downscale 翻啦 1080p 120Hz 嘅效果。咁呢一個部分咧，其實都係好明顯體驗到嘅。你打機咧，佢就冇乜嘢延遲啊，即係特別打格鬥 game 嘅時候，嗰個指令輸入咗之後咧，其實佢都可以好同步、好 synchronize 到咧嗰個畫面出嚟嘅。咁但係咧，就真係因為 downscale 翻係1080嘅關係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個畫面上面嘅細緻度咧，就真係及不上一啲 4K 嘅顯示器㗎啦。咁所以咧，如果你想有一個優質嘅畫面，咁你可能咧就揀 4K 60嘅輸出啦。咁但係咧，如果你真係追求一個120Hz 更新率嘅話咧，咁你都可以使用翻啊佢 HDMI 3去連接你嘅新世代遊戲機㗎啦。咁到整體操作上邊啦，我覺得今次就佢嗰個 Android 界面咧，同以往有少少唔同咗啦。咁所以成個操作其實係順暢同埋係咧直觀咗好多，感覺咧就唔係好似一啲電視機又或者以往嘅 BenQ 投影機咁咧，佢好似投影機有一個設定 menu， 然後咧 Android TV 又有一個設定 menu， 搞到咧有啲 confuse 嘅。咁但係咧嚟到今次 W4100i 咧，我就覺得成個融合係做好咗嘅。咁但係咧，始終佢真係一隻外置嘅 HDMI 嘅 dongle 啦，咁所以其實嗰個操控上邊咧，應該都係行緊呢個 HDMI CC 咁樣去連度操作。咁所以咧喺呢一部分咧，我就覺得嗰個操控性咧，就未必好似用緊 Chromecast with Google TV 咁快速同埋爽快啦。呢一個都係心急人士可能要留意嘅地方嚟。好，咁然後咧就講下佢嗰個 AI 嘅 Movie Mode 啦。咁啊，我今次試嘅時候咧就睇過好多唔同嘅內容啦，咁都係用一個 AI Mode 咁去體驗嘅。咁其實咧過程之間咧，你就唔會感受到佢有一個好明顯突然間個畫面會突然間光咗暗咗，又或者個畫面有一個好大嘅改變。但係咧睇呢啲唔同嘅內容，無論 4K 又好1080都好啦，出嚟嗰個畫面咧，其實都係有一個自然穩定同埋係我自己覺得咧合適嘅一個色溫嘅表現嘅。咁所以咧呢個 AI Mode 未必係有一個咧好誇張嘅微調。咁但係咧，其實用落嘅時候啦，你就可以免卻咗你一啲可能要轉毛啊，又或者針對住某啲內容做畫面嘅調校啊，咁咧喺呢一部機就少咗呢一份擔心嘅。咁其次就係咧，我亦都想講佢嗰個 Cinema Master 嘅功能咧，亦都係好值得大家咧使用嘅時候咧，實際咁樣去調校。特別咧，佢做咗一啲分區控光同埋一個全幅
即係呢個成個畫面嘅控光嗰度咧，我都建議大家係可以直接去使用，因為咧對於成個畫面嗰個光暗嘅對比咧，佢係可以有一個好大嘅提升，但係咧又唔會話將啲嘢拉到好誇張。咁另外啦，佢亦都內置咗個 tone mapping 嘅功能啦，咁我亦都建議大家係必須要開啟嘅，因為咧成個顏色啊同埋成個畫面嘅光暗度上邊咧都會有一個好明顯嘅提升，係可以咧令你咧貼近翻咧平時喺電視機睇到嗰個 HDR 體驗咧，係透過呢啲功能咧係可以追緊翻嘅。好啦，咁啊今次 BenQ 呢一部啦 W4100i 最新推出嘅正頭投影機嘅 review 咧就大上講到呢一度啦。中意我哋拍片嘅朋友俾個 like， 今日訂 channel 撳訂閱，咁喺訂閱之後咧撳埋有邊個鐘仔過嚟有新片咧就會通知大家噶啦。咁近期咧我哋都做過唔同嘅影音產品嘅測試，唔知呢一條片啊又啱唔啱你嘅心水咧？咁啊記得撳入去咧睇埋佢啦。咁今日呢條片大致上嚟到呢一度，下條片再見，拜拜。